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场的这个环节，也感谢大家。然后有 from 吉隆坡的，有 from JB 的，有 from Singapore 的。对啊，还有对 from 中国的啊，对，有 from 中国的，对，黑龙江。那我先跟大家小声的说一下哈，Alicia 呢刚刚有应该这样子说，她会有一个 self announcement，OK，so 就是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叫 Koi，K-O-I-I，OK。那到底 Koi 是什么呢？等一下我就让你来自我介绍 ，OK。主要的是这些，因为我看过这些盐是可以，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你丢哈，没有来开玩笑，很贵耶，你不用听我瞎掰 ，OK。所以它的功效、它的功能，然后它的用法、用途是如何的？那待会儿呢 ，Alicia 会跟你们一一介绍。那今天的这个环节是非常特别，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 Alicia 谈到，你想做什么分享会？那我总要给他这个舞台嘛，因为他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他之前在英国的经历，就是英国的 systematic 很好，就是如何去判断你今天是被凌扰，还是你今天是自己的幻想。一般他们都会先从心理学对，所以我们才会有 Gary Yap 的出现。我要这样 Doctor 他讲不可以 ，OK， 他就讲你只会我 Gary Yap 就好了。所以今天呢，好好的 spend 1 hour and 30 minutes, right? Yeah. Okay, so enjoy the time. 反正有什么问题有问必答。好了，那我们来一个最简单但是最温馨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Alicia 还有我们的 Gary。那我把主场交给你们。谢谢。还好，就是都认识，然后就没有太紧张。我昨天真的是睡不着，就一直在想，我第一次 public speaking， 就平常你们看我在 YouTube 那边，就是骂他人的时候是很勇啊，可是到现场这么大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做，很久没有做了。Gary 不同，他就经常做，等一下他会做自我介绍，你会知道他有多牛逼。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我知道今晚有很多 Alicia 的粉丝团，好欢迎你们来，也欢迎大家对心灵和心理有兴趣的朋友，好谢谢你们愿意花时间来。希望今天这1个半小时我们可以有互动环节，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们也可以分享好好的交流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认识 Alicia， 但是我们还是让 Alicia 来介绍一下吧，就是说你的背景等等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你了。这个是我 LinkedIn profile， 因为我最近不是拍了一些视频嘛，然后很多人也酸民就讲我没有在英国住过，这个的确是我的 official LinkedIn profile， 就我有正常的职业，而且呢相信在座的很多粉丝们之前都已经认识我了。就不用太过介绍了。我毕业于英国某间大学叫 Bedfordshire University， 然后我大概是20年前过去，然后我创造了 Alicia Healing Studio， 还有就是相信大家有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我的背景其实还蛮科学，因为我大学毕业过后我一直就留在英国，然后我从事的都是 IT 相关的行业。In a way, like I am an IT specialist。最近有酸民不是粉丝，就是讲我的这个 fake British accent， 就很奇怪一件事。我去了英国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 accent 都很 American slang，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我的一些谈话当中还是有听到一些 British 口音了，所以如果不认识我的这些所谓的观众朋友们，我是Alicia，我是你们的身心灵导师，也是可以说我的性格是蛮friendly， 就是大家不用害怕，就可以要跟我拍照也行，什么都可以。这大概是我的 background 吧。好，我们谢谢 Alicia 的分享，相信很多人也认识她了。好。当然也是谢谢 Alicia， 就是有机会联系我，所以我才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心理的这个部分。来吧 ，Gary 的衔头很大。
我是 Gary 很多人会说我是不是 Dr. Gary， 我不是 Dr. Gary， 因为我不是精神专科医生。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心理医生嘛，但是心理医生里面其实是有辅导员、临床心理师跟精神专科医生。我是临床心理师就是 clinical psychologist， 而我是来自东马沙巴。有人来自沙巴吗？是沙巴汉。有我们有沙巴汉的工作人员。哇，太好了，同乡。有人去过沙巴吗？好，去过沙巴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其实不是住在树上了，对吗？我有怀疑过，其实是吗？没有，有怀疑过。这个是我很多年前我的外国朋友问过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都住在树上，然后我翻了个白眼。是，然后也有很多人以为就是迷失了，除了沙巴人是不是住在树上，还有我们是不是骑牛去上课等等。不骑马了，为什么是牛？因为是风下之乡，他们觉得很自然。当然我就是算是已经是一般是 KL 人了，就是在这边念书，然后做心理的这个课业。然后我本身我们也有一个中心是在叫麦心理学，我们是在甲东区就是为儿童、青少年和大人提供这个心理评估和服务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开始前关于我的啦，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们念心理学，我们最常遇到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们会说 Gary 你是念心理学就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对。是吗？我之前有听过，就是跟我通灵差不多一样。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样？我想I can't mind read you。但是我觉得可能Alicia更能看懂因为我自己的，我每次都会说坏消息就是，就算我是念心理学，我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老婆在想什么，很多时候。当然，小小的好消息呢，是我跟 Alicia， 就是我们很欢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可以有比较靠近的互动，所以如果大家想问问题，也可以，如果我们有麦克风，也可以举手，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也会有匿名发问的就是你可以等一下 scan， 我们会有一个 barcode， 都可以匿名发问问题，所以时间允许，我们都尽我们的能力跟你们分享这个是今晚的好消息。好，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准备的一个分享吧。因为今天的课题会是关系到心灵和心理嘛，所以我们会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可能我跟 Alicia 会跟大家分辨说，到底从能量磁场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一开始会让大家投票了 ，OK？ 等一下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去投票一下，是匿名的，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磁场你认为是怎样然后我这边也会补充我的角度说，就是心理，这样心理健康又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了解了大概这个定义过后，这样我要怎样知道我的磁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说我的心理状态，什么是健康，什么是不健康呢？这边也是会跟大家讨论的。如果没有错，第2个环节过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小修跟问答环节。是的。然后第3个部分我们会聊的就是可能一些方法吧，就是我们都在讲 self help 嘛，怎样帮助自己，就是说从心灵的角度Alicia 也会分享说你可以如何帮助自己，有没有一些小贴士。但同时如果你想要寻求在灵性的帮助，你可以注意一些什么这个是 Alicia 会分享的部分。而我的部分我也会分享从心理的健康角度有没有什么你是能帮助自己的，提升你的或照顾你的心理健康。但同时如果你想要在马来西亚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样有哪一种，你应该去哪里，应不应该吃药等等，这些都会跟你们分享的。这样话不多说，我们就立刻开始咯。来吧。来 QR code OK QR code 就是现在直接可以用手机了，你可以 scan 这个 barcode， 我们左边右边的荧幕都有，或者是呢你可以去你的 internet 就是你的网站呢，去 menti.com， 然后你输入这个号码27608689。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是从 Alicia 的角度想问大家，如果你问你自己就是你觉得目前来说的能量磁场你觉得是几分如果你觉得非常不好，你可以打一个1分2分等等。如果你觉得超级好的，你可以打一个更高的分数。
这个因为是 anonymous 的，所以大家尽量放，就是敢的去放最低或者是最高都可以的。你们都能投票到吗？都能哦。然后今晚我们会一直用这个号码的，这个你可以保留，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的。然后如果你已经投票了，你往下拉你会看到一个 Q&A 的，就是这边呢是可以匿名问问题的，所以你整个晚上如果你好奇有问题，你都可以输入，我们等一下也会花时间去回答大家的匿名问题。就是我微情讲一下我们这个契机吧，为什么我们会就很奇怪，对吧？为什么我记得就是我没有找你做合作这个座谈会的时候，你告诉我你那时候已经在 YouTube 看过我了。对。那时候因为是 Candy 就是我们一个的 mutual 传真 friend， 对连线，然后 Candy 好像有来，Candy 有来。在后面。谢谢你的介绍，我们现在认识了，对。在大家投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八卦一下，就是今天是怎样发生。其实要谢谢 Candy 的这个传真引线。然后我一直很想跟一个心理医生合作，就是相关的话题，因为我曾经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病真的会这样子因为你很难分辨出现实有时候。但是我还是算是天赋型类型的选手吧，就可能小时候见的比较多吧，然后也就有一段时间怀疑自己看到的是不是幻听幻觉。OK， 对，因为我自己对于就是灵性也是很有兴趣，所以 Alicia 那时候联系我的时候，我是刚好也在看她的视频，我们就这样有这个缘分，就促成了今天的分享会。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挺Candy 有讲的时候，我就想你到底会不会就是怀疑我是神棍还是什么？对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题材？对，是，我觉得今晚就是蛮有意义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打分Alicia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分数出来了所以要怎样看？就是越高分的，就是你认为你的磁场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大家打的分数大部分这是代表大部分的人都是打6、7分，对吗？对。居然没有人放2有一个哇，10分有10%。不要作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考试，然后也不是越高分或越低分就代表什么好，所以我们这边看起来大家的能量打分都还蛮不错的，就是比较 balance。OK， 就 exceptionally 有1个人是吧？是，有大概差不多将近一半以上的朋友都是为自己的能量磁场打蛮高分的。算是 balance 6、7分，对。OK， 好，这样还有下一个问题的，因为可能你们跟身边的朋友的分数是一样的嘛，对吧？下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会为自己打这个分数？所以你是可以填写的。比如说，你觉得6、7分是因为你最近你感觉很幸运，因为一直都能找到 car park 的 parking 就是或者说你最近中马票都 OK 就是我现在去下一个问题，来，你为什么会打这个分数？你背后有什么故事或经历吗？我还蛮期待，很期待分数背后的。对。Alicia，你现在为自己的磁场打几分？没有，我很 surprise， 每个人都打6、7分，因为我现在的磁场可能只有3、4分，很低下。对。9点半过后可能就会上升。对我最近是可能比较有一点压力吧。OK。尤其是要做 public speaking。我们一直聊的时候 ，Alicia 讲她对这个 public speaking 非常，所以她就是甚至怯场，对。怯场。好，我们这边有一些分数都来了，就是他们背后的。怎么看？最近运气不是很好我觉得状态还不错，扣分的部分可能是工作了一整天，就是一种感觉，没什么特别感觉，就 feeling 咯。人生茫茫，冥冥中都有引导贵人出现。哇，这个写诗的。Alicia，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分享是特别能吸引你的吗？对，很幸运中奖了，因为我也想，谁失恋啊？给你一个拥抱，失恋的那个。也看到很多人一直给爱心
可能为你的磁场打分。我要 OK 参加崛起觉醒了，哇 OK 这么厉害啊！来半天就已经觉醒了。感觉就是蛮掺杂，但是听起来大部分比较是正向的感觉嘛，比较偏向。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哦，对啊，失恋啊，什么就是比较迷茫很难找到平静啊，迷茫，没有方向感。心境偶尔悲伤，偶尔开朗，很啊对难达到持续平静。这边可能到我的部分可以聊一下，就是情绪这个高低起伏，怎样才算健康，怎样才算你需要担对忧，你啊？他下部分有讲到。好，谢谢大家的互动哈。这样我们就谢谢因为你们为自己的磁场打分了嘛，然后你也说，你也解释了你的这个磁场分数背后的原因啊。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就从 Alicia 的角度就是从心灵的部分、磁场部分，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的 ？OK， 等一下我们也会继续有互动哦。这样我们先聊一下。到底什么是能量或磁场？就是 Alicia 从你的角度，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定义能量和磁场的部分嘛，就从你的角度，你觉得能量磁场会有什么分别？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有看过，就是左手边这一个所谓的什么7个脉轮，外面有很多的导师都会讲解。首先就是分为7个部分，就是这个比较standardized， 应该是这样子讲吧。你有第一个顶轮，就是在上面这里，然后眉心轮就是你们的第3眼，然后喉轮、心轮、太阳神轮，然后还有本我轮和海底轮。今天我就不解释这7个 chakra， 我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 practical 的一些磁场的东西。比方说，就是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举例，说你的磁场感觉怎么样？就是我看到一行字是写反正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人呢，不可能。就我很怀疑那些每次在那种 motivational talk 里面的那种大师，什么包括 Tony Robbins， 我以前追的一个motivational speaker， 就他可以好像做到每一天醒来就是like oh wow the world is so beautiful， 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正常人来说的话，你的情绪或者是你的本身的能量都会上上下下，就很简单。可能女生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心情不好吧，包括我自己。然后你们应该做的不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要去压制这个问题，而是你先要了解，我今天心情不好，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觉？然后我觉得我能量磁场好像哪里不对劲的，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子觉得？我觉得这个大家是比较要关心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一个所谓的磁场能量好不好，外面有很多导师都可以教你通过不同的方式，但是很多人忽略了 basic question， 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就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有同事合作了，可能他随口讲一句话，平常你听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今天因为你心情不好，你听了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我觉得比较要pay attention to 的是你们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about your feelings and 这个你的感觉就是等于你的磁场还有你的能量。如果你的情绪不好，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的，就不可能每天。就是一醒来就是 everyday sunshine， there's no rain， 这个也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因为我相信我之前有跟 Gary 谈过，就是 overly optimistic， 就是特别乐观的人，有点 over 了就变成 bipolar， 我记得你讲过。所以你们要先安慰自己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it's fine，I'm aware of it， 就是我有察觉到我心情不好。这个就是我们大众所谓的能量场，
那么这个7个脉轮里面呢，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导师，他们可以跟你分析很多那种 technical terms。可是这个不是我想跟大家分析，我觉得大家应该 focus 的只有两个 point。第一呢，就是你的眉心轮，还有你的心轮。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就是连贯的。from 科学的角度来讲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就是我们的心脏是 pump，you know like blood up to our brain， 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循环。你的心脏一停止，你就会整个人就离开了，可以这样子讲啊。然后心脏停止呢，可能我记得我有读过一个报告是讲他的那个什么意识还存在，就是没有完全死去的。所以你们大家要注意的2个点，就是你的心轮跟你的这个所谓的眉眼。心轮呢，保护着我们的心情。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好的磁场和为什么会好的磁场，是因为我们深深的能够与生俱来的感受到不开心、开心等等的情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能量。然后这个眉心轮呢，是我们可以说是接受这个所谓的比较现实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信息之类的。所以这个你如果有太多的杂念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受影响，就变成你心情不好。然后最后第3个我觉得应该去注意一下的，就是我们的顶轮。我们的顶轮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导师都会说我们可以连接什么宇宙能量等等等等之类的话题，但是这个在我的观点里面是你们的潜意识。你们的潜意识有时候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可是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说不行，这个是 out of my comfort zone， 这不是我平常做的事，就变成你们会有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多老师会讲try to balance 你的 7 chakra。讲是很容易包括我自己就不可能365天，然后一辈子去 balance 这个 chakra。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会教导大家要怎样学习一些最简单的 baby step，去了解你的所谓的这个能量场。其实我们周边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现在做的椅子，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特定的一个 vibration 吧，然后就是有某种能量存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何为磁场跟何为能量场呢？这个是 basic introduction。然后 moving on 呢，我们有更深入的解释。我还记得我跟 Alicia 聊，因为我对这个能量磁场是不太懂，我唯一懂这个 chakra 部分是看动漫 Naruto 的时候才知道。对，那时候我就跟 Alicia 聊的时候，我还记得 Alicia 有聊一个蛮有趣的，是说如果你那时候那阵子感情受影响的时候，心轮受影响，如果你在提供灵性帮助，是很大压力的，是吗？是，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打了失恋，我失恋的时候是做不了通灵的，基本上通灵是需要用到很专注，然后110% 的 focus， 就是这个专注力，然后你要清空所有的杂念，就是 like you can't have your own thought，包括你的心情也不能上上下下，你要处于一个很平静、很 balance 的状态，就才可以所谓的正确和准确的做通灵这一个 part。所以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很大压力，因为我要控制我的情绪。所以有时候做一些特别惨的个案，也可能就是对方的家属会哭哭啼啼，就是我不能继续下去，我会讲我们需要 take a break， 就是暂停一下，10分钟过后我再回来跟你聊，因为别人的情绪也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就是能量的交换，算是磁场的影响。这听起来我觉得跟我们
的行业有一个相似的点，就是我还记得我的同事啊，就是临床心理师，他在感情遇到问题，就是失恋了过后呢，然后那一个月来的个案都是失恋的。所以他就会发现他很难去帮助个案了，然后他就需要 take a break， 先回到他自己。是吧？就是你自己失恋都要疗伤，然后你还要去面对所谓的个案，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时不时需要闭关。对 ，OK， 就是先把自己算是吧滋润好，照顾好。有时候我需要reschedule appointment，因为我那天的心情很不好，我就真的是concentrate 或者是 focus 不到，又或者是我很害怕我自己的情绪会带入在这个通灵的过程里面，因为毕竟这个可能不是那个收到了正确的信息，对。OK， 好啊，这个是 Alicia 在心灵的一个定义的部分啊，这边我就补充心理的部分。我觉得今天心理部分可能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如果是10年前我谈心理这个部分。我就是会被讲我是不是神经病啊等等，但是我想今天来这边呢，大家对心理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这样如果很简单的去心理跟生理怎样做差别，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用手机啊，每个人都有手机，手机这个硬壳的部分呢就是生理了哦，就是你摸到的部分，这样里面的 apps 呢就是心理啊，所以很简单来讲，回到人的部分呢，就是生理很简单，就是身体啊，我们都知道身体。我们都会跟人家讲身体健康啊等等，就是无病无痛。这样心理是什么呢？我就放了一个三角形啊，这样三角形可能大家也懂什么是心理，就是你的认知啊，就是你怎样想，你的 program 是怎样想的，每一个人的心理都不一样嘛，你怎样想。第二，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情绪。然后第3个部分呢，是你做什么，这个是通常我们一般上。是拿来定义心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心理工作啊，就是我们陪伴个案的时候，都是离不开他头脑在想什么，他感受到什么，跟他做了什么。就像刚刚我们有就是观众朋友有说，我失恋了，但是失恋的同一个事情发生在不同个案哦，他的心理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会感受到我终于可以放下了，然后他是舒缓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是感受到非常的生气的，因为我的计划被打乱了，这不是我要的未来等等啊，这都是我们所讲的部分。所以从心理的部分，它是非常的主观，而它影响的范围也很大。所以你看到右边我们说人际关系啊，生活作息啊，跟我们讲人生的无常啊，这边都有的一个部分啊。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会蛮简单。这样回到心理的部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会 send message 嘛，当朋友已读不回的时候，就是看了2个 tick 然后没有回你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都能看到大家的心理，对吧？回到心理，你怎样想？你问10个朋友，可能10个朋友的答案都不一样，可能朋友 A 就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然后他的感受就会是哎呀很焦虑啊，然后可能会很生气自己是不是之前说话可能太狠了，还是多了2个句号，看起来没有礼貌的感觉，然后可能他们会在朋友还没有回复的情况下补上一句道歉 ，OK， 那这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部分。不懂 Alicia， 你的心里是怎样啊？当别人已读不回你的时候，很忙吧？很忙啊 ，OK。如果不在意的人就忘记了他已读不回吧，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你很在意这个人，你很想得到某些答复的时候，你会很想他快点回复你。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不在意他回不回，因为并不影响到你的情绪的时候，所以已读不回是无所谓了，应该是这样吧，对吧？没有应不应该，因为这是你的心理，对，所以你讲的就是你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OK， 对，所以刚刚 Alicia 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她的心理模式，她的 program， 她是这样解读这个事情的，所以是没有对错的，所以你怎样解读一件事情，它就反映了你的内心的世界。比如说 Alicia 的解读可能就很像朋友 B， 就应该是很忙吧，这样我可能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就是心理很复杂的一个地方，是因为不变的事情是朋友已读不回。但是变的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呢，它就是我们很心理的一个状态了这个就是我为心理
所定义的一件事情。OK， 好，这样我们就很简单了，就帮大家大概定义了，就是从什么是心灵磁场跟心理的角度啊，这样可能Alicia可以可能了解一下，就是 OK， 我们了解过这样怎样是所谓的好或不好，就是从你的经验，你觉得我们可以怎样知道其实能量磁场的事情？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里的比较 technical term 啊，就很 generic 的讲一下什么是好的能量，什么是不好的。一般上就是刚才我讲的什么所谓的那种 Tony Robbins 啊，这种 motivational class 啊，那种哇积极向上啊，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抱团一起哭啊，很奇怪。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大 practical 的。我觉得什么样是好的磁场，就是你做事比较顺的时候，反正你去到哪里都好像没有什么阻挠，很简单的，这个就是磁场好。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内耗，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会为了某件事情而内耗到睡不着觉，或者是因为某个人而让你睡不好觉，这个就是所谓的磁场好。然后你醒来的时候，就算你平日过日子，朝九晚五的去上班下班，吃东西什么都好，正常生活，这个就是叫好，或者是 balance 的磁场。不好的时候呢，就明显哦，就你可能走到路上都会踩到狗屎，哎，这个 happen to me，OK？ 我记得你有踩过？有，真的是走在路上都会踩到狗屎这样子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负面，然后那段时间我是可以我的医生有 diagnose me as depression， 就是我有这个 depression。然后我记得好像每次我很少出门，可是要出门的时候呢，都会给鸟大便，就反正各种很无理的那种。很奇怪的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有各种内耗、各种焦虑，好像就坐在那里都可以，因为天气不好，或者是某个人在那边讲电话很大声，会吵到我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烦？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治愈我的 depression 的时候，我不是你们想象中那种什么大喊大叫、哭哭啼啼 ，sorry， 我是那种很 aggressive 的 type， 见人就骂。对，我记得我以前去 therapy 哦，整栋楼都要给我喊破喉咙。在 therapy room 里面嘛？对，真的很大声的。我其实在发泄我的情绪。对，我的 therapy 一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快要戴耳塞了，因为我会就骂得很大声。是骂你的心理师吗？还是骂？不是骂他，就骂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公平？我走在路上都会踩到狗屎啦。然后，我明明穿了一件新衣服啊 ，everything is good，like you know the day is bright。The minute I walk out， 为什么那个鸟要大便在我的头上？这么，就是各种各样。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就是你们会很清晰的感受到。就是我的能量不好，我的磁场不好，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从第一次你们感受到不开心的时候，你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时候的我是 process 不到我有这个能量不好，我只能怨天尤人，我只能说，哎，怎么这个鸟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一定要 attack 我呢？就我会感觉每一个人都在 attack 我，其实人家只是很普通的跟我讲一句话，我都会 react to it， 而且我的 reaction 是 towards anger， 就是很那种很暴怒的 ，like really angry person。对，这样好的部分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你刚刚讲了，就是很不好的部分。对，你的好的部分，个人的经历会是，就是像他们讲。parking 又找到又中马票这样吗？好的部分是睡得好，吃得好，好像醒来根本没有什么烦恼。今天就算是很普通的一天，走在街上，好像 the bird is chirping， 哇，阳光很美啊，就你会感觉到你整个人很平静，就是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其实我不是说没有情绪波动才好，你需要有像我刚才讲的这么负面的情绪，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平静，什么叫做 positivity， 正能量、正磁场。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种很烂的情绪的时候，你不会 appreciate 那种所谓的好的情绪。所以当你很 balance 的时候，你也会察觉，哎，我今天感觉还挺不错的。然后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你吃顿饭，你也会觉得，这个烧肉好像平常吃没有什么味道，可是今天吃特别有味道，还是就是一点点的事情，你会show the world gratitude， 就是我非常感恩，就反正你整个人的磁场的能量，你都会感觉到不一样的，这个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持那个平衡点。就不要太过夸张的，就是哈哈大笑什么，你不一定这样子。你可能静静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你的脑子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点烦恼都没有，那个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很好的磁场。对，这个是个人观点，就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个人去买一个 LV 包，或者 Chanel bag， 或者是买了一辆新的 Tesla 车。会觉得这个我今天心情好，这个也算磁场好。就听起来磁场好也可以是 less is more， 或者是很简单，但是你可以很珍惜每一个 moment 的感觉。但是我会建议每一个人就是 focus on simple things， 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很物质，对吧？就是如果你追求物质的话，太过追求的话，你会变成是一种压力，然后慢慢的它会累积成一个负能量。其实我想讲的就是道教里面有讲的那个什么道法自然之类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点。对我而言可以是很简单，对，希望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些角度，就是什么是好的跟不好的，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跟你的经历有关联。OK， 等一下 Alicia 也会分享有没有一些方法，你也是想提升你的磁场还有能量。OK， 这样如果你了解了这个能量的部分，这样心理的部分，什么是好或不好呢？在这边就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过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生活，有人会要吗？要了举手一下，就完全不要，完全没有压力，完全没有压力。OK， 好 ，OK， 所以其他的是我不一定要，我不要有压力的生活。那如果你好奇，就是没有压力的生活是不是好呢？这样你就可以做心理学家，因为心理学家跟很多 researcher 就研究人员也在好奇过这个问题。他们好奇到就是差不多访问了一般的地球 ，OK， 这么多差不多了。这个是一个2005到2006年的一个世界研究，他们大概访问了120万的人。大概100多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他们会敲门问他们，然后有一些是打电话问他们。他们问的问题有点像我们一开始问你们的，但是我们一开始问你们就是为能量跟磁场打分嘛。他们问的是你昨天感到压力吗？然后有些人就讲是，有些人讲不是，他们就记录下来咯。但是他们问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感到快乐吗？然后大家就收集了不同的国家，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最没有压力的国家？就是压力指数讲他们没有压力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吗？是不是那种什么尼泊尔啊，那种很穷的国家？我好像有读过类似的报告OK， 因为这个分享我很常在演讲，大家都会说会不会是芬兰啊，或者是纽西兰啊等等啊，对吧？没有人会说是马来西亚 ，OK， 但是其实当时的那个研究是发现是毛里塔尼亚，是一个毛里塔尼亚的一个国家 ，OK， 它是靠近好像南非洲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OK， 但是他们发现就是讲没有压力的人民呢，他们的生活是活得不太好的，就经济不好，生活素质很不好，反而说很有压力的那班人。也是说
他们是过得蛮开心的 ，OK， 很矛盾哦，就是说有压力生活的人过得很开心，而还有蛮多人是父母跟创业的人，这个是他们发现的，然后就为什么哈？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图，这个图是可能如果你喜欢心理学，你会看过这个图，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图是压力跟表现的曲线，就是我们讲一个 inverted U curve。So 这个跟刚刚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部分，就是青色的这个部分呢。青色的部分就是当我们非常低压力，这个时候呢，你的表现是不好啊，你在生活会感到很无聊或很懒惰。什么时候你可以在青色这个部分呢？你是可以让自己进入这个状态的，就是你每一天你调闹钟9点起来，然后你就做幼稚园的数学，做到5点，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就是做非常简单、容易到不行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进入一个非常乏味、无聊、很懒惰、懒懒散散的感觉。OK， 而很多身边的朋友或个案呢，他们觉得很懒惰，很想躺平啊。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生活很多压力，是生活太简单，或者是我做这个事情没有挑战，我们不会快乐的。OK， 这也是很多个案在财富自由或提早退休遇到的问题来的。他们会就我们以为我们财富自由，这样生活就无比快乐，但是很多时候好像不是哦，你可能会进入这个青色的状态。OK， 青色状态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你只要找些事情做，这个事情只要是有点难度或挑战，你可能就会进入叫刚刚好的压力。怎样知道是刚刚好的压力？就是你开始会有紧绷感、有动力、有专注的感觉。就是让我想起那个有钱人好像没事干，一天到晚去蹦极，知道吗？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奇怪的嗜好吧。是的确蛮多的我们也有发现一些很多大企业家呢，他们很多时候也会开始继续创业，开始制造问题。对，他们可能有一个很赚钱的公司，然后他们就要有 next target 这样子。对，不断的解决更大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希望进入一个这刚刚好的压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做这个事情很专注，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开心或充实，然后你做到忘记了时间，有吗？它可以是看一个电影，它可以是煮饭，它可以是跟一个朋友聊天，可以是听觉醒的研讨会崛起的这个研讨会也可以 OK 这个刚刚好的压力，如果你曾经有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是下棋啦、画图画、听歌都 OK。如果你有的话，就恭喜你，你就是在刚刚好的压力，或者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心流，你进入了心流，就是可能会到忘记时间，就是 flow flow。而我们有发现如果你的生活很常出现刚刚好的压力呢，你们会看到它也是幸福的来源。所以就是我们讲压力跟开心可能是很常在一起的。那最吊诡、最矛盾的事情呢，压力是一团火来的，就是你可以拿来煮，但是太大又会烧掉你的厨房，就是右边的这个部分，就红色的这个部分。当压力开始太多了，你就会往下跑，你的表现就开始不好，你可能工作开始不好，你会感到很疲惫。而这个疲惫很简单，就是你怎样睡都睡不够，怎样睡都睡不够，你会看到，因为我们身体心理会很靠近，所以很多人会开始生病，很容易生病，然后慢慢往下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焦虑恐慌，或者是到崩溃的状态了。大概是。对，我觉得我当时候应该是在高的这个红色点那边。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愤怒，对吧？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最近的社交媒体，有很多负面的信息或者是 news 吧，就搞到每个人很 like you know not in a good sort of like atmosphere， 就好像最近发生的那个什么学校的14岁的这个小男孩，很大可能他就是因为他也是 teenager，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可能以后可以讲就是所谓的 teenager， 他 hormone changes， 再加上就是那个14岁
相信大家在校园里面什么14岁的小男孩 stab 学姐 to death 这个事情，大家也有关注吧？我真的是看了他的那个 note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有这个所谓的没有处理好他的情绪，在心理学角度这样子看的话，而且我们的社会好像一直都在尤其是 social media 都在分享一些不好的信息，甚至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看了太多，我也会受到这种负面的影响，对吧？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新闻出来也是很担心会造成我们自己看新闻的二度创伤等等。啊，对，看的人也会有二度创伤。对，就是因为我们如果长期包括心理师啊等等，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我们叫secondary trauma，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经历那个事情，但是我们反复去靠近这个事情或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也会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对青少年的情绪等等发展有兴趣呢，你们可以去看一本书是台湾的心理师叫品浩，如果没有错，他写了一本书，好像是去年才出版的，叫过报时代。它里面就有说到这个青少年的情绪的挑战，还有 Alicia 所讲的这个社交媒体带来的挑战，所以青少年面对这个课题，我觉得是更加的复杂一些。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 cover， 不，那个是另外一个 topic，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问 Gary， 或者是我们再合作一个什么 tech talk 之类的。好，这样刚刚是那个图，这边就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心理健康还可以注意什么，就是除了你的身体的部分你的身体很简单，就是你可能一直生病，但是你见医生，医生就说你要好好休息，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因，你要看是不是跟心理有关当然你要看想法的部分，我很多个案他们会开始无法专注，很多时候会写错字等等，他们就以为他的 IQ 在掉了，他就以为是不是我智商在掉，但是其实不是，可能是你的压力太多，或者是你的心理健康所造成当然是有贬低自己异常自信的部分可能要注意，是它可能是其中一个我们讲躁郁症的一个症状之一，这个是可以大家去注意一下啦然后当然还有妄想死亡念头等这些都可以注意的一些讯号来的。讲到身体生病其实能量场不好的人会经常莫名其妙的某种部位痛，就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验血什么或者是 CT scan 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他们就是会在同一个时间这样子爆发，这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能量其实也是受限于我们的身体，如果今天你的心情不好，就代表你能量不好，然后你能量不好的时候，慢慢的你的身体将会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所谓的负面情绪，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敏感，尤其是男生他们可能在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都选择了就是自我内耗或者是自我消耗这样子，但是他们的身体就会慢慢出现这种所谓的生病状态，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去 detect 你的磁场好不好。就你看完所有医生，就很莫名其妙的还是有这个头疼，然后呢，经常会有一些人来给我就是问事，说我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术，我是不是吃了别人的那些下法的东西，还是我是不是被灵的干扰？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能量已经乱了整个身体，然后你的身体第一个出现毛病的时候，就代表你需要注意什么。你可能就是长时间因为太忙，你没有好好的去怎么说呢 address 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所谓的 dissatisfaction 或者是 unhappiness 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慢慢从你的身体那边呈现出来。这个在医学里面也是有根据吧。然后其实在所谓的能量或者是磁场或者是玄学里面都是有根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会怀疑自己被鬼或者是灵上升还是干扰之类的，其实都是因为你们的磁场就是 off balance 就很乱，打乱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也是跟生理啊一些心理也会有关系的。有的，其实就是都息息相关的。好，这样回到这个图呢，大家都可能就一目了然。这样我只是补充2个点，第一个是情绪的部分。其实情绪的重点不是生气、发怒、情绪低落，这个不是重点。怎样知道你的心理健康不好呢？是容易、长期、过度，就是你发现你的情绪呢已经超乎你的控制范围，或者是你有一个特定的情绪不断的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这样才是可能是心理健康出现讯号，就是危险讯号，就是需要你去注意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很生气，我很愤怒啊，情绪低落，是不是问题呢？其实它只是其中一种情绪，它不代表心理健康就是心理不健康。心理不健康是你情绪的状态，所以容易等等是需要大家注意的。而我觉得最难的是行为的部分，就行为有些时候会反映出你可能在面对一些高压或者是心理不健康的部分，孤立自己啊等等，就是情绪讯号。情绪饮食啊，就是我们暴饮暴食。其实很简单，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压力啦。就是每一次9月9号、10月10号、11月11号，你看一下你在上网购物的那个行为，还有你过后买了后悔的心情，可能就可以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状态。如果你看这个图，你说是咯，我好像全部都中哦，这样我是不是心理真的不健康？不用急，你还要问下一个问题：多久了？通常我们会看有没有持续影响，你是不是2个星期到1个月？还有你的功能有没有受影响，就是是不是无法工作啦，人际关系受到影响啊等等才算 OK。 因为有一些时候这些讯号它可能只是一阵子的，可能你在赶工啊等等，过了就没有事情，这样其实有些时候也不需要过度处理这件事情。好，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了下一个2环节 part， 我们完成了2个 part，所以我们就可能给大家一些，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过后就有最后一个 part 是讲怎样提升的职场。是。OK， 看起来我们有10个问题，10个匿名问题。好，第一个应该是 Alicia 的回答了。就是有观众问说，怎么确认自己的磁场是自己想的那个等级？我不大理解这个问题，怎么确认自己的磁场是自己想的那个等级？什么意思？就会不会说，如果我认为是那个等级，我不知道是 chakra 的部分。可能他是讲什么ranking from 1 to 10这样子，怎么确认我是就是比如说我打3分，怎么确认我真的是好是我或不好自己想的这个3分，是吗？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当我讲我磁场是10分，觉得很好，但是会不会是真的是10分呢？其实我觉得不用太过刻意去怎么说，就是认定这个打分是好或者是不好的。其实很多时候，很大可能你进入一个状态，就是你很迷茫或者是不确定，然后你感觉是这样，你当时候是很难去确认的。但是有一个方法，我觉得蛮有效的，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应该是这样子想。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啦，你接触宠物的时候，如果连那些宠物都不喜欢你的话，或者是它有攻击性的话，一般代表你的磁场有问题。对，但是一般很 calm 的人，就是磁场平稳的人，很奇怪的，他如果静静坐在那一边的时候，那些小动物会过来，就是跟你亲近，比如说猫狗啊，特别明显的。但是鱼也会的，就是对。如果是你家里有养鱼的话，你的那个鱼可能它会游泳的时候就特别暴躁还是什么，就跟平时不一样的。但是磁场好的人去接触这种鱼或者是宠物的话，他们会静静，你坐在那里就好了，静静靠近你的。然后小孩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有时候小孩
他莫名其妙就不喜欢你这个人，就是他看到你，然后就可能讲一些很顽皮的话，还是怎样。但是小孩的敏感度还蛮强，尤其是 baby 哦，就有一种古老的传说，我记得是好像搬新家还是怎样，要带一个 baby 去，如果 baby 哭就代表那个磁场不好。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些方法了。对，从动物也好，或者是从小孩这边，可能也可以是一个方式来确认自己的磁场。可以 OK 因为大人可能会比较 complex 一点，就每个人伪装得很好，可是这些所谓的 baby 啊，或者是动物啊，他们甚至乎是植物，不单只是我现在想起了植物，就比如说我的性格是这样，我家养的花就也很刚烈类型，就反正那种风吹雨打，就算从4楼掉下去，已经烂掉了的一盆花，我回来再种的话，它还可以就存活下来。就是磁场家里和你本身不好的话，你前面放着一个植物，它也会慢慢枯死的。就算你很用心去照顾这个 famous 的 test。曾经有一个 YouTube video 我看过，这 IKEA 的 test 就放2盆花，一个讲好听的话，一个讲不好听的话。他们同样试了同样的肥 nutrition， 然后各种每天的照顾水分都一样 ，but the end result is like 就是 negative 讲话的那一盆树就会早点枯萎。所以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通过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去确定你的所谓的磁场是你想的那个 level。 OK， 下一个问题也是你的，请问看恐怖片真的会影响自己的运势吗？不会 Horror movie 不会啊。现在的恐怖片太假了吧，像那种什么Conjuring 啊，好夸张哦。就其实不会啦，你们以一个就是平常心去看，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其实很多时候影响自己的运势，是因为你的本身的磁场不好。所谓的本身磁场不好呢，就很going back to what I just mentioned in the first slide，你的心就是可能一直都好像闷闷不乐，或者是很不舒服，或者是你的眉心轮和你的顶轮，然后你想的东西都是特别的负面。如何阻止不想坏的东西啊？这个心理学家 Gary 可以跟你们分享有什么方法。但是一般正常的运作，比如说去丧事啊，去看恐怖片啊，就去了一些比较阴的地方，都不会影响到你的，除非你本身已经有一个空洞，就是你本身的磁场也是蛮阴的，蛮黑暗，就这样子咯。虽然这个问题不是问心理，我可以补2个有趣的点。如果你是喜欢看恐怖片，就是不会发噩梦的话，恐怖片，如果你是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啊，它可能可以为你带来好的效果。因为我们有发现，你看恐怖片的时候，你会很紧绷，但是看完过后你会放松。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会带来放松的效果。第二呢，如果你跟有好感的人去看恐怖片呢，可能会经历一些强烈的情绪，然后你又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增加好感，就好像跟喜欢的人就是过山车一样。roller coaster， 哇，我没有想到心理学还有这样子的解释，跟喜欢的人去看恐怖片，很牛逼啊！但是我是怕了，所以我就没有。哦，你也在看恐怖片？我怕了。我基本上是所有恐怖片都吓不到我。我觉得我不能看的是很血腥的场面，那种很多血的。好，这个问题是问我的，就是我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会把我的咨询技巧用在家里处理家庭关系吗？有，事败收场。OK， 我做过一个非常愚蠢，不是愚蠢，就是决定呢，是我在念 Master 的时候，就是我念临床心理学硕士的时候呢，我父母有一次争吵，然后我就叫我父母在我面前，然后我尝试做伴侣咨询，就是 couple therapy， 失败收场，就是太过轻不能做了对，不能做，但是我那时候很想做，
很想做，就是通常我们见个案其实不能嘛，就是怕就是太主观嘛，就是不够客观。但是那时候家里因为父母有争吵，太紧急了，我就做了这个事情。到最后呢，我自己去做心理咨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心理师，好像是第4次，我很记得，印象中第4次咨询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也许我什么都做不到。然后我心理师就点一个头，那一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就哇，心理咨询好厉害，因为那一刻我觉得我心口大石放下来了，原来不去解决我父母之间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因为过后呢，我父母他们尝试沟通等等，然后他们就这个不是叫逃避吗？它可以是逃避。其实我承认，很多人会认为逃避是负面的，但是我会说，在什么情况下逃避可能是好的。在这个情况下，我发现，因为我不断的想要帮我父母去沟通，但其实因为我越想沟通，他们沟通不了。但是我退后一步的时候，就海阔天空，他们就开始沟通，所以今天就蛮多话可以聊这个是我自己回答观众的问题。好，下一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很多人开始走上玄学道路或者接触玄学，都是因为经历一些创伤，比如失恋的时候去找人算命或者做法，但遇到这种情况，到底是找玄学的方法更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要去心理咨询呢？因为我来身心灵，我觉得我在临床心理学，我觉得我的学习不够，我就是在房间然后做我的专业而已，所以我这一次来我是真的是第一次这么深入的了解身心的这个部分，而我有学习到一点是，我觉得，这是我提醒自己的，就是我觉得心理咨询它不是唯一解决人的问题跟疗愈的方法，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件事情。而我觉得，第二呢，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多时候让我们可以经历创伤跟走出创伤的这个选择，很多时候是离不开你感到安全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人会通过宗教的信仰，透过玄学的帮助，透过心理的帮助，或者是有些人会跟亲近的朋友聊。我觉得关系会是帮助你经历重大事情的一个关键，而最重要是这个关系让你感到安不安全，这很重要。而为什么心理咨询会是其中一个选择呢？它的安全在于除了隐私保护之外呢，是心理师是不认识你的在生活。所以你可能讲了，你也不会在生活遇到他。而第二呢，心理师我们比较敢讲真话，因为你是来付费，所以我们一定是以你的需求为中心，我们会从这边去帮你看见可能你想做的，这是其中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很多人不需要透过心理咨询也能走出失恋的这个过程这是我的补充。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经历、学识，还有各种种种的所谓的想法，都不一样。其实我没有说鼓励或者是不鼓励大家要不要去看玄学，就每一个人要被治愈或者是疗愈的方法都不一样。比如说我长期在西方国家，他们可能不大会选择去，就大部分人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会做什么塔罗占卜，毕竟这是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所谓的方式，玄学的方式。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他们会去做一些心理咨询什么的。最主要呢，我觉得如果当下有迷茫的人，你应该找一个你自己觉得比较舒适的方式去了解你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我发觉来问事的人，他们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个答案了，只不过他们需要另外一个人去做肯定而已。又或者他们实在太迷茫了，就是想不到东西，然后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玄学、心理咨询都看一遍。到最终的时候呢，每一个玄学导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都会给你某些意见，但是还是你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现实，或者是这个问题。
in a way 你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内心的思考才决定会不会有帮助吧。当然我在玄学方面，因为看到很多就是现在市场上利用这种所谓的人性的恐慌、人性的不安等等各种这种不好的情绪，然后所谓的 PUA 大师会 PUA 他们。这个你们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啊，因为玄学实在太乱了，我觉得我自己本身都看到就看太多，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假，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大神假，那人都会信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要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吧，就是你可以去占卜，什么都玄学的，什么都试一遍都好，但是不要沉迷或者是迷信。但往往很多人在他无助的时候，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所谓的宗教或者是玄学方面很玄的东西，这个里头，这个里面找到所谓的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被带偏的原因。适当的就是去见玄学导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Alicia 也是你的，就是你有打算收徒弟吗？请问有打算收徒弟吗？收徒弟有什么条件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暂时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收徒弟。至于有什么条件，应该是没有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学，只不过是我需要准备好。好，这个你们敬请期待哈。如果经常聆听别人的诉苦和情绪倾泻，如何确保自己磁场或心态不被对方过度影响呢？我的回答是，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师是一份工作，它是需要下班啊。然后我老婆就会讲，为什么你可以愿意听个案的分享，但是你见我的时候就特别的没有耐心啊？因为她不在现场，我就可以讲这句话，就是因为那是一份工作啊，我也是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找朋友诉苦的哦。我觉得下班的心态很重要。好，来下一个问题。请问身为临床心理师，怎么分辨个案是否是 schizophrenia 或灵性困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诊断的时候，心理治疗的评估的这个定义是需要落地的。就需要落地是什么？是它是需要靠近现实，它需要考虑这个文化的氛围，还有这个信仰等等，是需要纳入进里面的。就比如说，我也是有跟 Alicia 聊到，就是比如说，如果有灵性沟通，可能有这个神明也好或灵体跟你沟通，但是我们在个案也是会有时候幻听嘛，幻听幻觉，怎样去分辨这个事情？从临床的角度这个是第一。比如说我们讲，在灵性沟通，可能在乩童本身，就是他们有这个沟通，我们会怎样分辨呢？因为 schizophrenia 我们讲视觉失调或精神分裂的个案啊，它除了有幻听幻觉，他们不只是幻听幻觉的，它第二呢是这个幻听幻觉它是不能 stop 的，它是停不了的，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是这个认知啊，就是想法方面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沟通方面开始会牛头不对马嘴。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说 A， 他会可能跟你说 B， 他们的这个专注力跟沟通能力会下降，这是第二。第三呢，他们在日常的功能也会受到的，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常穿同样的衣服，他开始失去这个照顾自己洗澡的这个功能等等，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第四呢，他们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我们叫 catatonia，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你看起来很怪的动作，他们会维持一个动作很久。这些呢都是schizophrenia 的其中症状，还包括它的功能是无法工作、无法打理自己，全部加起来，经过访问观察，我们才能断定说它是 schizophrenia。但是很多时候，如果只是灵性方面呢，很多时候就是宗教或者是通灵的时候，但是他生活照过没有受到影响，这样其实我们不会说他是 schizophrenia 的，反而是比如像我吗？非常正常人。
对，就是可以控制的那一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就是其他的文化跟信仰在里面去做这个诊断。对于有阴阳眼和耳痛的人，这个好像是问我心理学家对这些人和事情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各行如各山，可能我没有太多的看法。我如果是回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我还是会看你的，像我刚刚讲，你的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能不能做到你喜欢做的事情，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你的工作学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如果一切都很好，你很喜欢这样的生活，也没有伤害到自己或他人，对我来说 OK。对我来说，一直反反复复的负面及亢奋的情绪该怎么平衡下来？我会看的是这个反反复复是不是很持续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从bipolar 说的，就是我们讲躁郁，就是有狂躁，就是躁跟忧郁的状态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有一些人是3-4天亢奋，然后过后就忧郁。但是也有少部分的个案，他们是1天可以经历这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要看。除了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躁郁来说，他除了亢奋呢，他还有其他的症状，我们都会考虑，比如说他的想法有没有异常的自信啦，然后他的睡眠是不需要，他在亢奋的时候可能是1天只是睡2-3个小时，很多想法，很有信心，然后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掉入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他就会提不起劲等等。然后什么都不想做，睡眠一直睡很久，很疲惫，这样的这个状况，我们就会评估，就是可能是躁郁。从临床的角度，从这个情况是个案本身是很难平衡下来的。如果在这个情况是需要专业的帮助，而是精神专科医生。但是如果你所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属于我刚刚所讲的，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高低起伏，对我来说，它可能是我们一般的心理健康的状态，就像 Alicia 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样我们就先进入最后一个部分吧，就是说，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该如何提升我们的能量呢？这种，Alicia，你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提升我们的能量或磁场？我其实觉得方法有很多种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什么颂钵疗愈，各种各样的那种磁场啊，什么带一个牌之类的，你们在身心灵这个集市里面看到的都蛮多选择的。其实，并没有一个定义。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接触大自然，这个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我在伦敦会经常做这件事，就是我会在河边行走，然后可能我的行走时间是很长的，就来回这样子走。London River Thames 通常就是2-3个小时，它会让我的心情，就是慢慢的平复下来。就算我当天有什么很不开心的，这个是我觉得最接地气的一个方式。但是当然，我们城市人可能很忙，你一个人可能你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又一个增值，所以你没时间，这样你就去市场选一些好的导师的一些产品吧，然后你精油啊、什么香薰啊、檀香啊，很多选择所以这也是提高，甚至念经，就是佛教里面的他们这种诵经也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件事我经常做的就是，我觉得盐对我还蛮好的。可能回来马来西亚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在国外呢，我是有经常泡澡的习惯。就泡澡的时候，可能我会放盐或者是花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对我蛮有帮助啊。然后这个是你所谓的身体上的一些外表的一些帮助，然后情绪呢，其实情绪就是刚才我们从头到尾讲的，它会影响你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讲要保护好你的心轮，还有你的这个眉心轮，是因为你的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就会制造各种很乱的磁场。那么要怎么样
变得情绪稳定呢？我觉得这个 Gary 可能比较专业一点吧，就是但是在玄学里面呢，你可以做比如说深呼吸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传统的方式说 meditation 打坐，这个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因为那个气呼吸的顺了，你可能心情就会慢慢的有所改变，而且它是一点一点，不是说你一个星期做一次就很明显的变化，其实不是，它是要每一天坚持做一点点，久而久之你才会看到这个进步的，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啦。当然还有要吃一些比较有营养的食物，这也是有帮助。然后尽量接触大自然，我发觉我对于大自然，这个接触会很容易让我清理身上不好的磁场。讲真的，好，这样就是如果是他们要就是寻求帮助的话，从灵性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嘛？就是对。要如何提防神棍跟什么诈骗呢？其实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分辨了，因为实在太乱了。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也不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他是有一点法力，可是为什么他比较像是一个会控制人的其他信徒的 PUA 大师？但是有几个点呢。首先你要问你自己，你到底有多需要？就是可能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就会病急乱投医，然后大师所谓的点你一两句，你会觉得这么厉害还是怎样？就是你会迷失方向。这个你要 be aware， 就是自己要注意哦。然后我发觉很多那种所谓的大师一出场我就什么穿衣服啦，要着衫要着到似大師。我今天是因为要配合 Gary， 我平常都是很劳肥的，然后今天算是这样子吧，就是如果那个大师导师或者是什么一出场，就是很多人敬仰又好像崇拜，然后好像见到神一样，这个是我觉得很大可能这些人就被 PUA 了。其实我相信修行人就应该众生平等，无论你是什么等级，你还在这个地球，你的身体就是 attached to the planet， 然后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如果你进到一个圈，每个人都好像 worship God 这样子，你就要小心哦。这些是可以提防，然后再不然就是各种跟你要钱，就是你明明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出现的可能是这个很简单的爱情问题，然后他要分成几个阶段来清理或者是医治你，但是明明他就可以一针见血的讲完一句话，为什么还要分几个阶段？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就是要注意了。这个是几种可以 be aware 的方式，但是真正有一些很厉害的师傅，他们是不收钱的，所以不一定给钱的是坏的，不收钱的是好的。其实也没有这样子的讲法。我曾经有看过一些师傅，他们就是自己本身做法，然后他会送你很多东西，基本上他那个东西是坏的，他就是要偷你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啊，因为现在市场有很多不好的这种所谓的大师出现。这个大概是几个方式吧。on top of that， 还是讲那一句话，靠自己。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说一下，就是从心理的角度如何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就很简单，就是睡好，还有运动运动其实有研究发现，如果你3个星期就是一个星期3天，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持续做4到6个星期，那个效果呢是等于药物治疗帮助焦虑病患者的这个效果是可以同等甚至更好
所以运动跟这个睡眠是我非常强调的社交媒体的断舍离这是我非常专注的，因为我们专注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冥想对自己慈悲，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练习我这边会说是发现情绪，就是像 Alicia 所讲，就是当你情绪不好、能量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情绪，可能你就会知道你在经历什么事情。最后一个是人际关系跟当回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成为在大人的世界里，我们有很多身份，但是可能忘记了做回一个朋友，有的时候可能找回一个老朋友会有帮助。OK， 好，这样最后一个我就想说，在马来西亚的心理专业吧。在马来西亚心理专业有3个，一个是注册辅导员注册辅导员就是我们讲的辅导老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在医院也会有注册辅导员我是临床心理师跟精神专科医生。这样怎样分呢？很简单，就是注册辅导员跟临床心理师，我们都是你会看到我们可以提供心理咨询跟辅导，但是我们是不能提供药物治疗的。OK， 我们是不能提供药物治疗。但是很多人会普遍以为注册辅导员只是处理压力一般生活的课题，他们不处理忧郁症、焦虑症，但这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现在的马来西亚的注册辅导员有很多已经接受了相关的训练跟课程，他们在处理临床方面，其实是在治疗方面、辅导辅助方面也会有很好的效果只是说他们在评估方面可能还是由临床心理师来做。精神专科医生跟我们可能都是处理临床的困扰比较多，但是一般上虽然他们有接受心理咨询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训练，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们一般上都不提供的 ，OK？ 但是他们是提供这个药物治疗这个是让大家知道。要记得在马来西亚呢，忧郁症、焦虑症的评估是不需要验血验尿的 ，OK？ 有点像你看医生，就是透过访问。透过一些问卷，我们会观察来做这个评估 ，OK， 然后你绝对有权利去了解他们的背景的 ，OK， 比如说注册辅导员是有 Lembaga Counselor， 我们临床心理师就是有我们的协会，然后包括精神专科医生也是，然后你要记得读知情同意书，每一个辅导开始你是需要签一个知情同意书，这是你的权利。什么叫知情？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辅导的费用是多少。的权利是什么？你的隐私是如何保护？你只有知情了，然后你才需要同意，因为在咨询当中的关系是公平的，你是有权利换心理师，你也有权利结束这个咨询关系的。好，就差不多要完毕了。然后我这里有一个 announcement， 就是我的一个新产品，就是盐 salt related。等一下我会在下面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然后我们今天打算送出5份，至于要怎么挑选的话，这个我们会通过今天提问题的人，然后选出5位幸运者，能够得到 Gary 的free consultation for 30 minutes， 对吧？然后就是我送出给大家的一个我开始要 launch 的一个salt product， 就是拿来其中包括有辟邪的啦，你们要外出 office 那些都可以用到，去 hotel 之类的。OK， 好来，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 Gary Yao， 还有我们的 Alicia， 谢谢。那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正式的结束，那我们明天见，拜拜，谢谢大家。